今天就带你走进《黄帝内经》的智慧世界，学习最经典、最实用的养生法则。《黄帝内经》养生最自然的养生之法。皮肤变白先养肺，肺对应白色，应该吃苦味的东西，比如麦、羊肉、杏、苕头等。快速恢复精力的方法：捂住耳朵，闭上双眼，双手捂住耳朵，不闻外音，闭上双眼，不视外物，安静待10分钟，精气神便能迅速恢复。性子急，内核不稳，其实是你的身体太弱。恋爱脑，内核不稳，是你的身体太弱，脏腑不协调了。悲伤、爱哭，不是性格的原因，而是神气不足了。肺气旺盛，就会梦见恐惧、哭泣或飞扬腾跃等事。皮肤的敌人是糖，吃糖越多，老得越快。人长期待在家里会失去灵性，能量低时要走出家门，向天地借能量。人的样貌7年一变化，人的气色7天一变化，想变好看，先管好自己的情绪。身体最大的寒不是来自于饮食或穿衣太少，而是长期的生气和郁闷。用眼过度伤肝血，久卧久坐最伤气血。早上洗头一天都没精神，阴阳气被浇灭了。花是浇死的，人是气死的。凡是大病必与情绪有关，长期情绪不佳必会催生大病。再累也不要躺太久，因为久卧伤气，伤的是阳气，会让你更没有精神。久坐伤肉，也不要一直坐着，劳累过度会导致喘息急促，大量出汗，容易损伤精气，不能累着，干一会就要休息一会。性格内向的人，一生气总是爱憋在心里，肝气得不到宣泄，导致郁结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哭。甜味的东西吃多了，就会骨骼疼痛，头发脱落。辛辣的东西吃多了，会导致经脉紧张，手指干枯，指甲失去光泽。睡觉不开窗，开窗不睡觉，睡着就要避免吹风。苦的东西吃多了，皮肤易失去细腻和弹性，毛发容易脱落，皮肤容易粗糙。馋肉是病态需要，心火越旺的人越想吃肉，因为他们需要靠肉来滋补心。气血好，女人才美，恢复气血的方式就2种，睡觉和运动，你吃的越淡，人越美。少吃好，慢吃香，3分醉7分饱，多晒太阳，赏月亮。顺应四季，吃时令菜，少吃生冷油腻，多拥抱大自然，放松身心。能量低时，要走出家门，学会向天地借能量。晒太阳，光脚踩地，抱大树，吃时令菜。夜间口干舌燥，爱发脾气，不是缺水，而是有内火，缺津液。身弱就要多睡觉，想要睡得好，睡前要空腹，而且要关好门窗。皮肤的敌人是糖，吃糖越多，老得越快。经常情绪低落，就多食馒头，小麦纯阳之物，为五谷之长，多食能够补充阳气。酸的东西吃多了，肌肉就容易变得粗硬皱缩，失去灵活性，嘴唇外翻，肌肉容易变厚皱缩。想要睡个好觉，就要少吃一点。适当的饥饿感不仅能让你睡得更踏实，还能激发身体的自愈力和免疫力。头发枯黄或脱发较严重，就要注意自己的精血不足。咸的东西吃多了，会导致血脉凝滞不畅，面色发生变化。恢复能量最有效的3个方式：天补、地补、人补。天补既吸收天的能量，天有3宝，日月星、太阳是天然的能量大补，现在人普遍阳气不足，晒太阳可以补阳气，抬头仰望星空，多看看月亮。天补吸收日月之精华。地补既吸收大地的能量，经常与大自然接触，赤脚踩在泥土上，与大地直接相连，感受能量从土地通双脚到人身，脚为精气之根，常触土地，能固根补气。人补即与同频的人、同道的人、喜欢的人、相爱的人在一起共事，一起生活，跟他们在一起，感觉心情愉悦，使人焕发生机而补元气。食补通过吃的食物来给人体补充能量，自然界天生地长的食物是最佳的食补目标。根据体质的不同进行不同的食补方式。动补多运动，运气动穴，疏通经络，运动生发阳气，改善身体机能，增强身体能量。切记，过度的运动反而耗气血，伤阳气。睡补好好睡觉，充足的睡眠，一夜好眠，精神百倍，彻夜难眠，浑身疲惫。睡觉是人体恢复能量最重要的方式，没有之一。心补是保持平常的心态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人要修身养性，放宽心神，保持最纯的初心。神补就是与品德高尚、
心胸开阔的人为武，向大德学习，平常心度世界，则精气旺盛，邪气不可侵犯。学补，通过学习、阅读一本好书，滋养心灵，开阔视野，补充能量，多读经典书籍，静心养神，增长智慧。念补，万法唯心造，只在一念间，心念一动，天地皆知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心存善念，因果相随，随时关注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运用吸引力法则，吸引美好的一切。腹要常摩，饭后轻轻按摩腹部，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。腰要常动，保持腰部的灵活性，预防腰部僵硬和疼痛，有助于防止腰椎疾病。目要常转，长时间工作后，适当转动眼球，远眺可以缓解眼疲劳，防止视力下降。耳要常揉，揉搓耳朵能刺激耳部的穴位，帮助调节身体的平衡，增强听力。齿要常扣，轻轻叩击牙齿，有助于稳固牙根，保持口腔健康。津要常咽，口中生津时，咽下唾液可以滋养五脏，传统中医认为这有助于延年益寿。头要常梳，梳头不仅可以清洁头皮，还能刺激头部穴位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头痛。面要常擦，每天用温水清洗和按摩面部，有助于保持皮肤光泽和弹性，预防衰老。足要常搓，脚底有许多与身体各器官相连的穴位，经常搓揉脚底，可改善血液循环。性要常动，适当的性生活有助于调节情绪，维持身心健康。身体共同的敌人是生气，百病生于气，养身先养心，心打开了，身体就通顺了。肝脏的敌人是酒精，肾脏的敌人是久坐憋尿，白发的敌人是运动，心脏的敌人是油炸油腻。人90%的病都能自愈，人高兴，免疫力就高，因为高兴静脉通，静脉通，免疫力就强。心态是最好的良药，心态变，病就消。缓慢运动有益身体，剧烈运动等于在耗命。懂得养生之道的人，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衰老，保持身体的健全。年纪虽然大了，仍然能够生育孩子。人体正气旺盛，外邪各种致病因素就难以入侵，也就不容易发生疾病。反之，正气虚弱，邪气就很容易乘虚而入。如果一个人的精力非常的旺盛，精气十足的时候，那么他的生命力也会非常旺盛。这时他就不会经常惦记男女那点事儿，偏偏是一些肾精不足、精力非常亏虚的人，经常的会用力过度。瓜果蔬菜，味道淡的全部入气，味道比较重的都入血，青色的蔬菜都入肝。赤色入心，黄色入脾，白色入肺，黑色入肾。脾胃虚弱要多吃黄色的东西，肺热咳嗽要用白萝卜。吃太多咸味的东西会导致血脉凝滞，面上失去光泽。吃太多苦味的东西会导致皮肤干燥，毛发脱落。立即做出决定，不要去负重前行，当下不杂，既往不恋。遵从自己的内心，不要去内耗，说走就走，喜欢就玩，让自己开心，就是身弱之人变好的开始。不要拿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来折磨当下的自己。你要好好的活在当下的世界，而不是在某一段失意的经历中，或者是在未来的某个可能会发生的节点里。大智若愚，身弱的人要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很多事情迷糊一点不要去较真，这也是一种养生。想改变自己当下的身心状态，就一个字，玩。身弱就在家养只大公鸡，大公鸡为纯阳之物，能给家里带来正气。甜的东西吃多了，骨头会痛，容易掉头发，头发过多掉落的时候，要注意调理自己的经血了。牛奶是寒性食物，不宜多食。最养人的不是大鱼大肉，而是小米粥最上层的米油。压力会留在肩颈里，委屈会留在肠胃里，看似只是生闷气，实际上是在伤害你自己的身体。心是五脏六腑之大，你心打开了，身体就通顺了。比如你的胃偶尔不舒服，其实这并不是胃的问题。胃是情绪器官，是你紧张、忧虑、忧郁、内耗的情绪导致胃胀胃痛。大怒伤肝，大悲伤脾，大忧伤肺，大苦伤肾。这世上最好的养生就是情绪稳定，肾为先天之本。肾脏对应黑色，想要发质好补肾，多吃黄米、鸡肉、桃、葱等胃属心的食物。皮肤变白先养肺，肺对应白色，应该吃苦味的东西，比如麦、羊肉、杏、耒头等。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，脾对应黄色，应该吃咸味东西，如大豆、猪肉、栗子、豆叶等。百病皆可从心医，养心即养命。
辛对应红色，最喜酸味东西，如麻、李子、韭菜等。春天是养肝黄金期，养好肝，气血足，不易老。甘味的食物补肝，如精米饭、牛肉、枣、葵菜。人的疾病来源，大多数是因为负面情绪，是因为精神内耗和内卷。调理身体，首先要调整心态。冬天就是要藏，能不出汗就不出汗，能不洗澡就不洗澡，能早睡就早睡，能晚起就晚起。吃水果要适量，大多水果是寒凉的，吃多会破坏脾胃的温度，脾胃寒凉就不运化了。冬天是藏的季节，冬天养生要节欲藏精，借春天调肝气，借夏天暖心气，借秋天养肺气，借冬天补肾气。一日两餐更长寿，保持饥饿感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晚上是不宜运动的，更不用说剧烈运动了，因为晚上阳气不足，正是养精蓄锐的时候。黄帝内经讲，心情愉悦是大补，情绪低落是大伤。养树先养根，养人先养脚，穿袜子睡觉，能引心火下行，有助于人体元阳封存。外界什么温度就吃什么食物，冬天可以吃冰，夏天要吃热的。夏天是喝姜茶的大好时机。和心爱的人睡觉是大补，与心爱之人共眠，胜过许多药方，与爱人同卧时，心灵会得到平静，安全感大大增强。黄帝内经讲，身体最大的火并非来自于饮食，而是长期的焦虑与急躁，此为心火。你只要少吃水果，就会少生很多病。水果大多是生冷、寒凉，这些很容易伤脾胃、伤阳气。水能吸取人的精气，我们心情不佳时，可往水边走。当有问题想不通时，可进山林间增灵气。如果你有养生知识要分享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更多养生知识关注投师问答.com网站。